今天这家店光看他们上菜的方式，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了。这种菜品不写价格的店都有点恐怖。今天我们要去探一家巨牛逼的餐厅。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夸张的说这家餐厅很牛逼呢？因为好像去过这家餐厅的人都还比较牛逼啊！这前首相请前总统来过的店。すみません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这是一家炉端烧餐厅，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一家老店，食材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11个最出名的地方。叫炉端烧是因为大家都是围在一个炉子周围做的，师傅们就坐在炉子边给顾客料理，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。菜品的话就是看中什么点什么，第一个前菜好像是那个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，不过吃进去之后发现应该是煮的金木雕，紫苏叶配着一块很大的鱼肉。然后是一份盐烤香菇，就香菇本来就很香了，再加上备长炭，那个香味就变得更加明显。第三个菜是2个很大的竹节虾，师傅会帮你把虾尾和虾头分开，会把那个虾腿留着，这个虾腿真的巨脆，就跟刚出锅的薯条一样。然后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菜，挤上一点柠檬更清爽，最喜欢的青椒。然后是今天的石烧北极贝，壳里面满满的一大块肉，感觉这一个贝就塞满了整个嘴巴，大满足。然后这个菜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烤豆腐或者是什么假肉之类的，结果里面塞的全是蟹肉泥跟虾肉泥，搭配着生姜一块吃，非常闷骚。这片烤平菇就显得格外的寂寥，一口全干了。最后再来一串烧鸟串，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菜环节了。这个葱还挺甜的。第一个主菜是厚切牛舌，我的爱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外面烤的焦焦的，里面带一点血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牛舌最好吃的状态，自己烤就很难烤成这个样子。我去报个烧烤班好了。然后是一个和牛串加一个小洋葱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和牛，就跟不能没有莫文蔚的歌一样。蘸了刚才那个酱料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一点新鲜的山葵，山葵是一点都不辣的哈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盐烤金棘鱼。这个是在日本很珍贵的一种深海鱼，因为深海鱼嘛脂肪很多，所以烤出来那个味道就很香，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表皮烤的已经很焦脆了，但里面的肉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多汁水的状态。对了，师傅是可以帮你把鱼刺挑走的，我真的太需要这种服务了，体验感大增，特别过瘾。最后的甜品又是我们熟悉的哈密瓜，这是高档餐厅的必备吗？可能这些人并不知道哈密瓜在我们那儿有多便宜吧，不过水确实挺多，金钱的味道。这家餐厅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吃完饭之后还有个额外项目，就是举重。如果你能单手用这个杆子举起4个碟子，今天这单直接给你免了。然而并不可能举得起来，该给还是要给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气氛特别好，菜品也不错。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真贵啊，卡玩意儿。今天这家店真的太实诚了，掐指一算又有3天没吃饭了，特别给力。今天去看一家开在温泉里面的围炉里餐厅，就是日本有很多这种世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料理，有些店是真的藏得很深。今天这家店就藏在日本的箱根温泉乡，他家本来是想靠温泉出名的，结果没想到他家的料理反而火了，非常奇葩。不过今天我们在吃饭之前还是要泡个温泉，而且还要把每个池子都泡一遍，这样吃饭才会更香。我说的。而且像这种森林温泉泡完之后身上都特别的软，感觉我现在可以吃下5支 Yuki 酱，非常贪婪。来点菜吧。第一个前菜是一种鲶鱼，撒一点玫瑰盐特别上头，味道是一点微苦涩的茶香。然后说回围炉里，第二个菜是一个刺身，这个金枪鱼厚的跟果冻一样，蘸一点芥末不会那么腻，还配了一个经典爽口小凉菜。然后今天进入主菜特别的快啊，扇贝记得在烤熟之前加一点柠檬才会入味儿，一口还有点塞不下。但这个千叶台其实是我里面最喜欢的，虽然它其实就是烤千叶豆腐，但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。它需要把那个秘制的肉酱涂在豆腐上面，就是咸甜口味的味增泥，涂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好吃。然后之后就是这个盐烤不知道什么鱼，只知道是一种刺儿比较少的淡水鱼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很小，其实里面肉还是有点多的，肉质还有点像秋刀鱼。然后是一道非常硬的菜，和牛串烧啊，看到小洋葱我就放心了。这种小洋葱没有很强烈的葱的味道，而是非常甘甜的那种感觉，特别配和牛。然后是烤山地鸡，这2串我感觉我可以吃到明年。3家店的分量都特别给力。山地鸡其实就是日本的土鸡，还不如阿鸡呢。然后又上了3坨牛肉、猪肉和鸡肉，说是给之后的主食当配菜的啊。我刚才吃的那个都不是主菜吗？总之这家店的分量真的是特别的多，不愧是乡下的餐厅。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，而且重点是它还巨便宜。最后的甜品还很有意思。好啦，阿鸡推荐指数8.5分，10成的温泉餐厅，卡玩意儿。今天直接被震惊。Yuki 讲，你这个是还活着的意思吗？今天去的这家河豚店是不是有点新鲜过头了？又到了吃河豚的日子。东京银座最近有家河豚店，口碑非常的爆炸，这只应该就是我们前天预定的 Yuki 酱，只是没想到 Yuki 酱为什么会这么大，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忧郁啊？すみません。予約したの6です。我们本来是想预定包间的，但后来为了更清楚的看到 Yuki 酱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吧台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定了套餐，所以这次我们就不用看菜单了。桌上有写一些河豚奇怪的吃法，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前菜，河豚鱼皮。河豚皮应该是河豚身上最 Q 弹的一个地方，红色的那个东西叫做红叶，甜辣味道的胡萝卜丝儿，这道菜吃起来就像在嗦面一样。但河豚皮和那个恰到好处的酱汁真的是神仙搭配。第二个菜是一道大前菜，河豚刺身。虽然说它是前菜，但它一直是我在河豚料理里面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吃才能感受到 Yuki 酱的味道。吃法的话还是老吃法比较香啊，不过你不按这样吃的话也没
没关系啊，用河豚肉卷一点鱼皮，再把葱和红叶卷进来。柠檬的话可以挤也可以不挤，我是喜欢来一点点，最后再蘸一丢丢这个臭橙醋，这个醋也是这道菜的精华，它的味道刚好可以衬托出河豚肉的鲜美，蘸太多的话就会盖住它。日料中的一股清流，特别好。第3个菜叫盐烤白子，白子你们懂的吧？就是河豚装那个的地方，挤上一点柠檬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这个味道，就是烤胆固醇的味道，里面的东西像豆腐一样，吃香的但也很稠。然后还有一道姊妹菜叫天妇罗白子，这个我觉得最好是撒一点点盐，吃起来真的是炸鲜奶本奶了，口感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过它就是咸口的炸鲜奶。下一道菜是油炸 Yuki， 这个我觉得直接啃就行了，切下来的肉还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有点过瘾，吃个刺身轻轻油腻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菜了，河豚小火锅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好的肉不拿来做刺身啊？总之把肉和菜全部丢进去就可以了。不过河豚肉不能煮太久，因为那个肉很容易就煮没味儿了。但不得不说那个味道是真的巨鲜，就是这样煮出来的河豚，就算你不去蘸那个酱料，也会有一股淡淡的柚子味，就贼高级那个味道。这回就是刚才还在跳动的 Yuki 酱。不管肉里还是锅里都是没什么油的，就是2个字鲜嫩，特别好吃。然后就连蔬菜都会染上河豚那个味道，所以最后煮出来的那锅汤也是精华。用它最后直接煮了一锅小米粥，服务员还会给你发这种海苔，用它卷着饭吃也是神仙味道。哇，真的谢谢你 Yuki 酱，给我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体验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夹心冰淇淋。就整体下来还是感觉特别的满足，因为菜品实在是太多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啊！日本环球影城卖的这些东西也太魔幻了吧！这些真的是设计来给人吃的吗？在环球影城关园前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还是决定来大阪看一看，毕竟谁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早就已经听说了 USJ 会很多人，他们家是早上9点开门，我们7点半就先来排队了。然而永远不要低估日本人的排队能力，非常夸张。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品尝一下日网上盘点的 USJ 奇葩美食，然后我们第一个肯定要去新开的马里奥馆，这个馆现在巨火，还要抽中了才能进去。想看玩的部分的话，可以搜搜别的博主。今天我们是来觅食的，这个馆现在就只有一个餐厅，进门就会发一个专属的菜单，菜的设计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老任的风格。点好菜之后拿着这个牌子去座位上等就可以了。其实整个餐厅就是在一个蘑菇树里面，第一次进来真的是傻眼了，不愧是任天堂，里面真的特别温馨。因为我们3天没吃饭了，所以我们一上来就点了2份意面，还有一个道具蛋糕，肉丸很给力，还不错，7分。这个方块蛋糕我非常推荐，是好吃的。日本人在甜品上面果然还是有一套，然而这点分量那肯定是不够的。旁边就是侏罗纪公园，据说可以吃到恐龙肉，也不知道是霸王龙还是迅猛龙啊。我们先买一坨小的试试啊，但是拿到手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卤猪排，哎，不过味道还可以，甜口的，带一点黑胡椒的烟熏味，8分。再往前面走就是哈利波特的城堡，整个环球影城最牛逼的地方。这里餐厅的装修都特别的神秘，就跟电影里面那种老酒馆一模一样。菜品没有刻意的添加哈利波特的元素，只是还原了电影里面那个设计。厨师的造型也很可爱，这就是我点的烤鸡套餐，里面是半只烤鸡和一根玉米，还有些烤的土豆。就虽然说是烤鸡，但这个鸡的味道和烟熏鸭的味道很像，表皮烤的脆脆的，但里面的肉还是很嫩，鸡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玉米是真的把我感动到了，这是糯玉米，你们敢信？来日本第一次吃到了糯玉米，这一盘可以给9分。然后追加了一份魔法蛋糕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在冒烟，但我有预感肯定不好吃。我们现在把这个魔法酱料给它摇匀，变成粉色之后就可以把它浇在棉花上面。不过姐妹们，我不骗你们，这个真的巨难吃，这个好像是我来日本吃到过最难吃的甜品。拜拜，赶紧到旁边的好莱坞去买了个冰淇淋，小哥的笑容好可爱，买的是草莓和奶油巧克力的，这个味道还可以。天气好的时候买一碗坐在店门口吃，还是非常爽的。但就是旁边这个小黄人馆的音乐太大声了，只有过来把你干掉了。这个园区就是充满了欢乐，包子里面是咖喱馅的，意外的还不错，哎，7分。虽然还有很多餐厅我们还没去哈，但实在是吃不下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